复活节岛上的石像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我们今天聊一聊复活节岛和岛上神秘的石像。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位于智利以西大约370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岛，远离大陆，与世隔绝。离它最近的有人定居的皮特凯恩群岛也有2000多公里。这个复活节岛的形状近似一个三角形，由3座火山组成，面积大约是163平方公里，现在是智利的属地。首先发现这个偏僻小岛的是英国航海家爱德华·戴维斯，他在1686年第一次登上这个小岛。他发现呢，这里一片荒凉但是有许多巨大的石像戴维斯感到十分惊奇，他就把这个岛叫做悲惨与奇怪的地方。1722年的复活节，荷兰新印度公司的探险家雅克布·罗赫芬率领一支舰队登上了这个小岛。他们在航海图上用墨笔记下了这个岛的位置，并在旁边标注了复活节岛。从此以后，人们就称这个小岛叫复活节岛，因为他们是在复活节这个时间登上的小岛。那么在学术界呢，根据当地的语言，人们也称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岛。在复活节岛上呢，有几百尊巨大的石像，它们有的躺在山坡上，有的躺倒在海边，还有几十尊竖立在海边的人工平台上。这些石像面对大海昂首远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这些石像的造型都很生动，高鼻梁、深眼窝、长耳朵、翘嘴巴，双臂垂在身躯两旁，双手放在肚皮上。石像呢一般高5到10米左右，重呢大概几十吨。也有更高的石像最高的石像是21米，重300多吨。有些石像的头顶呢还戴着红色的石头帽子，这叫普卡奥帽子。据估测呢，这一个帽子呢就有10吨重。这些石像都是由黑色的玄武岩、凝灰岩雕刻而成的。还有些石像呢被用贝壳镶嵌成了眼睛，看起来是炯炯有神。复活节岛的石像呢，多数为一体成型，也就是说，整体呢是从一块大石头中雕刻出来的。它们呢都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摩艾在复活节岛上有一个火山采石场，采石场里面留有许多没有完成的石像。这就是说，这个采石场呢是突然被遗弃的雕刻的工作也突然被终止了。而岛上几乎所有雕刻完的摩艾石像，后来呢都被岛上的原住民推倒了。据推测呢，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呢，他们的祖先是波利尼西亚人。岛上的当地人代代相传的说法，管他们这个岛叫地球的肚脐。对于地球的肚脐这个说法，最开始很多人不以为然，只以为是这些波利尼西亚人为了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才想出来这么一个奇特的名字。因为大家知道，肚脐在人的生命中有重要的作用，是胎儿在母体里营养物质的传送带，也在身体的中间部位直到后来呢，人们制造了飞行器，能飞上天空从空中俯瞰，才发现复活节岛真的像地球的肚脐。这个说法非常的契合。从高空往下看，复活节岛上的凹陷之地确实像肚脐一样根据卫星云图的测定来看，复活节岛呢，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孤岛，
孤独地位于茫茫大海之中确实像地球的肚脐。但是古代的原始人类是怎么看到这座岛像肚脐的呢？他们是没有飞机，无法从空中俯瞰全岛的。岛上的当地人还认为，复活节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独特，是地球的黄金分割点，也是世界最重要的中心处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在地球的肚脐的正中心点，也就是复活节岛上的一处洼地。这块洼地上面呢，有一片由鹅卵石摆成的围栏，在围栏之中呢，有5个神秘的大小石球，石球呢有4小1大，最大的那个石球呢在中间，4个小石球以4个点的形式围绕在其周边。科学家对石球进行了一下检测，发现这些石球全都含有一些特殊的金属元素，而这些元素呢是地球上不存在的。这种结果也证明复活节岛上的5个石球可能是来自于外太空的陨石。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和根据岛上原住民的传说，给出了这样一段历史。最早来这儿的人呢，就是一群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坐着船，带着鸡、芋头、香蕉这些食物和家当在海上漂流了好多天，发现了这个岛。登岛以后呢，他们看到岛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高大的棕榈树，还有各种鸟类。他们就找到了这些东西可以吃的，然后呢，他们用岛上的这些棕榈树造船，用岛上的一种椴树科的灌木纤维做绳子。而且呢，这些棕榈树的果子也能吃，树的树浆呢还是甜的，可以当糖浆喝。造好了船以后他们就用船去捕海豚，然后在岛上呢去捕捉鸟类，这些都变成了他们的食物。这就是一种人类早期的采集游猎的生活模式。然后呢，这些早期的拉帕努伊人呢，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知道他们的好日子都是他们的祖先带给他们的，要感谢多年以前第一批率队登岛的这7位领袖，所以他们就开始用岛上的这个岩石雕刻巨大的石像。这些石像呢，可能就是象征着他们的7位领袖在建造石像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可以用硬的石头敲软的石头他们找到了最硬的石头，就是火山口附近的黑曜石我们都看过美剧《权力的游戏》，在里面就有这种用黑曜石杀死异鬼的情节，就是这种黑曜石。黑曜石是在火山喷发的时候产生的，它是熔态的岩浆迅速冷却后的结晶，质地呢比制造石像材质的凝灰岩要硬得多，所以岛上的居民呢就用这种黑曜石做切割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越来越多，在岛上呢甚至超过了1万人。在这样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里呢，一个1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是很难承受得住1万多人的生活的需求的。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岛上的棕榈树呢也越来越少人们没有树可以再建造新的船出海去捕杀海豚。岛上的鸟类呢也灭绝了，因为没有森林因为没有森林的鸟儿就不会来这里做窝。总之呢，就是岛上人口越来越多，食物越来越少，资源有限，人们要想生存，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战争。在几个部族之间呢，因为争夺资源呢，他们就爆发了战争，互相杀戮。石头在这些战乱中呢都被推倒了，很多石像呢头也被弄下来了，那么那些石像上的眼珠呢也被
地方抠下来。这样呢，在西方探险家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呢，岛上没有一座石像是立着的，而岛上呢也只有剩下2000多人了。他们看起来呢瘦骨嶙峋、皮包骨头的样子，整个社会结构呢都是处于这个崩溃的边缘。而岛民呢也不再崇拜那些石像了，他们转而崇拜鸟人。也许他们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能像鸟一样飞离这个死亡之岛。以上呢是考古学家对复活节岛历史的推断。1860年代呢，人们在复活节岛上发现了这种朗格朗格木板，上面刻有一些文字。考古学家猜测呢，这是一种古拉帕努伊文，属于波利尼西亚语的一支。但事实是后来人们发现波利尼西亚人根本就没有文字。来到复活节岛的传教士后来损毁了大量朗格朗格木板，现今存在世的呢只有大约24块。这些朗格朗格木板文字呢，是世界唯一存留的一种孤立的文字。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一种文字的出现和演变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一个小小的部族呢，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文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如果他们能产生文字，那其他这个波利尼西亚人也应该有这个遗留下来文字记录。但是这个很奇怪，整个世界只有在复活节岛发现了这种文字因为这些文字过于晦涩难懂，而且留存数量很少，至今人们无法破译，不知道这些记录着什么内容。复活节岛的石像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石像的建造目的是什么？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石像可能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在复活节岛原住民的信仰体系中祖先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相信通过建造这些巨大的石像，可以与祖先的灵魂进行沟通，获得祖先的庇佑。也有学者认为，石像的建造与政治权力有关。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部落首领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呢，下令建造这些巨型的石像。石像的大小和数量可能代表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越大越多的石像意味着首领拥有更高的威望和更强统治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石像可能是作为天文观测工具而建造的。研究发现，一部分石像的摆放位置和朝向与某些天文现象存在关联。比如特定的石像在特定的时间点会与太阳、月亮或星星的位置形成某种对应关系。这表明复活节岛的原住民可能已经掌握一定的天文知识，并利用石像来进行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人们开始以为这些摩艾石像呢只有巨头，但是呢，考古学家后来经过发掘呢，发现其实它们还有身体。在2011年的发掘行动中呢，人们对2座身体埋在土里只露出头部的摩艾石像展开挖掘，发现这2尊摩艾石像拥有非常高大的身体，它们的背部呢甚至还有精细的雕刻花纹，类似纹身的图案，或者说类似裤子的样子。这也让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十分的惊奇，使得这些摩艾石像呢更加的扑朔迷离。一批美国科学家证明呢，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可以通过系上绳索来使摩艾石像移动就像纤夫拉船一样，拉动这些巨大的石刻雕像。
只要3股绳子拉住摩艾石像，它就会自己缓慢地走动。摩艾的基础部分呢，被设计成了有弧度的样子，这样都是为了便于操作。但是呢，这只是针对那些较小的摩艾石像可行。那么巨大的那些摩艾石像，比如20米高的300吨重的摩艾石像，这个方法就很难实现了。还有一种假说，复活节岛是外星人建立的一个人类圈养基地。我们看一下，首先是这个选址很合适啊，这是一个孤寂的小岛，因为站在复活节岛上，会感到这个小岛就是整个世界，朝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烟波浩渺、无边无际的海洋，好像地球身处的宇宙，周围一片无边无际的星空。第二呢，在1000年以前呀，人类虽然也会航海，但是仅限于周边海域。如果他们使用棕榈树作为主体的小船，那么最多只能乘坐20到30个人。他们放着这个正常的生活，然后非要坐这种小船啊，不自量力的挑战远航，仅仅依靠太阳和星星来辨别方向，然后就可以漂流几千公里到一个小岛。这个是风险的非常的大啊，也不太合乎常理。所以呢，古人远航到这里的可能性非常的低。持有外星人假说的一些人认为呢，这个岛上的原始人可能是被空降到这里啊，被高科技文明的种族空降到这里。这可能是当时这些原始人类来到这个小岛的一种可能的方式。第3点，岛上的这点人口是没有办法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啊。复活节岛上的原始人类很难用原始的石器工具来雕刻这么多高质量的石像。在1000年以前呀，在一个生产力非常低的石器时代，他们每天呢都要勤奋地去寻找食物，才能勉强养活自己。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啊去做这些雕刻？而且这种石雕像艺术性很高，专家们都对这些巧夺天工的技艺啊赞叹不已。即便是现代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这个雕刻的工作啊！谁又能相信在石器时代的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个个都善于雕刻，是一些雕刻的艺术家呢？除了雕刻的难度，运输这些巨大的石像也是无解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小的石像可以通过绳索和人力来拉动，但是大的石像很难运输。这里最重的石像据推测达到300吨啊，高21米。这些巨大的石像呢，可能是通过借助一些来自外星人技术的神奇工具来运输，类似可移动的这种板子啊。第4点，这些摩艾石像齐刷刷的一起朝向海边，而且所有的面容呢一模一样，他们都在抬眼呀看向45度的天空。这些石像的长耳朵、高鼻梁、薄嘴唇跟短耳朵的波利尼亚人形象毫无关联，他们的长相没有这个特征。按理来说呢，雕塑是一种艺术啊，总会蕴含一些那个民族的特征。而这些石像的造型呢，并无波利尼西亚人的特征。也许这些雕像其实是外星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雕刻的。我们刚才说到流传下来的字板，也许也是外星人交给这些岛民的一种记录的工具。作为一个封闭的小岛啊，转一圈不过60多公里。压根儿没有发展出文字的必要性，而文字的出现对一个文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无法解读的奇怪文字啊，就像是复活节的岛上的岛民一样，都是空降而来的。据有的专家检测发现，这些石像呢，有些呢大约是在公元前1680年雕刻的啊。而那时候的人类呢，真的有能力来完成这些神秘的、高大的石刻雕像吗？
据这种外星人基地的假说，那么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外星人把一群土著人带到岛上，带领和教导岛民按照外星人的样貌雕刻巨大的石像。作为一种象征，这些石像望着天空中外星人所来的星球的方向。也许土著人祈求当初带他们来这个岛的外星人能够再次降临，但是运输他们来的飞船没有再出现，也许是刻意不再出现了。后来呢，岛上的棕榈树被岛民砍光了，没有制作船只的树木，土著人甚至连捕捞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了。他们内心充满了失望，也因为资源的匮乏使他们的精神崩塌，这个社会走向无序。他们推翻了这些巨石像，开始争夺资源，然后开始战争即使没有后来欧洲探险家的来到，复活节岛的岛民也会必然走向灭亡。这个复活节岛的盛衰可以看作人类发展的一个缩影，它预示着地球就是宇宙中的复活节岛。关于复活节岛，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再见。